殿下，殿下，禁军还没本事看得住我。殿下今日为何不让戚武替你认罪呢？百里氏他们的计划，不就是想让我陷入被诬陷的困境吗？你若是替了我，他们还怎么继续计划呢？所以，殿下早就知道了。这件事进展得太过顺利，一切都好像是提前准备好的，所以我一早就知道，梁国公绝不是真正的泄题者。可殿下明明知道是圈套，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呢？我若不这么做，他们又怎么会着急出手？又怎么能让我们找到真正的证据？那接下来该如何？对于百里氏他们来说，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。所以下一步，他们必然会销毁证据，而这就是我们找到真相的机会。那个管事自然是关键所在。你们俩去调查一下，看看这个管事和他接触的有什么人。是。这一场设陷之局，看看到底谁才是设下陷阱的猎人吧。是你找我吗？凤溪姑娘，小人是如玉轩的，有人托我把这封信送给您。有劳了。爹去了雾山。是啊，师父去拜访老友，偶然得知了太阴老人要传承的消息，才赶往雾山，想要去试试机缘。太阴老人在雾山布下试炼，以太阴老人的能力，性格自然是找不到师父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去雾山找爹爹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的病还没好呢。从这里到雾山距离也不近，若是真的要去，也得先把病养好才是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太阴老人乃是当世谪仙一般的人物，不会让失恋的人有任何危险的。再说了，师父的武功你还不知道啊？大可放心，等你好了，我就立刻带你去。哎，我家殿下虽然被大王禁足，但是饭总要吃的吧？殿下，请用早膳。查到了，最近和梁国公府管事接触，密切的只有一人，是卢修木府上的人。卢修木负责看守贡院，却又坚守自盗，这百里氏还真是找了一个好人呢。这个人太容易被人忽略了。你让川云川雨守着卢府的院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是。师姐，这2日我一直跟着二师兄，二师兄一直在赌房之内，今日为了营业，竟然连身份腰牌都当做抵押了。古雨怎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他现在身在何处？有个人替他偿还了债款，说让二师兄帮他一个忙。他们去了城西的3良酒馆。我去找他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路跟踪你前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你做了什么？不用你管！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给我带走！走，走！是饮泉水泄的人。
饮泉水榭的人怎么会在永平军府？顾宇到底犯了什么事？师姐，二师兄可有消息？我去晚了一步，他伤了朝廷命官，被永平军府的人带走了。永平军府的人，四大公子中的兰溪公子。另外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永平军府和饮泉水榭的关系匪浅。饮泉水榭黑风系，永平军风蓝系，只是一字之差，他们之间可是有什么联系？我早就该想到的。能够在10年之间建立起饮泉水榭的人，并不是什么普通人。闻名江湖的饮泉水榭主人，也是雍州二殿下风兰溪。这天下4大公子，雍州竟然就独占了2席。没想瞒你，只是没找到时机和你说。我知道，要不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。外面并没有人阻拦我。你来找我，是为了顾宇的事吧？顾宇杀了朝廷命官，所涉之事匪浅，这背后定有隐情，恐怕是被人利用了。所以我来找你商议。我知道你定能把事情查个明白。多谢你的信任。所以他到底是卷入了什么事情中？我慢慢跟你说清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师父交代过，天双门之人不能碰触任何的皇室之政。顾宇为了钱，他犯了糊涂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殿下，何事？刑部那边传来消息，顾宇在被提审之前服毒自杀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宇不会自杀的。这件事，我会调查清楚。我之所以喜欢江湖，就是可以快意恩仇，不似朝堂。朝堂之上勾心斗角，奇险奇恶，原生江湖上的刀剑。如今卢修木被顾宇所杀，顾宇又死在了狱中，线索也就断了。现在只能找到卢修木偷考题的证据才是。可这考题密封，也是在3位监考官的监督下起封的。这卢修木又是怎么透过信封得到考题的呢？科举舞弊之事，有关雍州朝政，我本不该干涉。但是我二师弟因此而死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所以这件事，我要跟你一起调查，希望能找出幕后真凶。那封考题可方便看一眼？这王印怎么这么浅？你若不说，我还未发现。王印所用印肉，乃是上等朱砂蜂蜜所制。就算过了些时日，也不该如此之淡才是。可这王印与窃题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说明，这不是同一个考题。王印是经过父王验证的，或者这只是原来考题中的一部分。一部分。此法子为分印章，其实也不难，巧用内力就可。之前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在作画，他做了一幅画，拓印成了好几幅，随而提上款激发人给卖了，既能够省时间，还能赚更多的银两。不过在拓印之时，原字迹颜色会越来越淡，仔细一看还是能够看出来。话说回来，这就是江湖上的奇巧银迹，入不了你兰溪公子的眼。
原来如此，倒是多谢你了。我不过是想快点找到杀害顾宇的凶手，法子已经知道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。这里也不宜久留，先走了。臣拜见大王，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来见姑，可是有所发现呢？回禀大王，臣有重大发现。说。臣发现存放的考题被人动过手脚，并非原有考题。大王，微臣在刑部这么多年，这等手法还是第一次见到啊！真是费尽了心机呀。由此可见，知道考题的，并非只有3位监考大人，而有能力、有机会窃取考题的，便只有卢修木了。大王，因此也可推测，永平君并没有因为包庇裴大人而陷害梁国公，一定是有人故布疑阵，这才误导了永平君。臣请求查封卢府，并对卢府进行搜查。允了，去吧。臣遵旨。住手！请问我们犯了何罪？顾宇可是和你们一起的人？正是。凶嫌顾宇于前夜亥时刺杀禁军护卫长卢修木，在逃走途中被巡防士兵抓住，押解刑部。昨夜于刑部大牢服毒自杀。尔等与他一道，暂时就囚于院落之中，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冯月，师姐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昨日阻拦不及时，才让顾宇酿成如此大祸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在狱中。二师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啊？师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顾宇是我们天双门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背后利用他的凶手。这些官兵都是奉命行事，不会为难我们的。你们且安心待着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是。风七无今日封了卢大人的府邸，仔细搜查了一番，好像也没搜到什么证据。此后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府邸。你且再去查查，卢修木可还有什么私宅？如果他还有什么证据的话，说不定会藏到别处。若是真有私宅，无论有没有证据，都让人毁了，这样才保险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云告诉我，卢修木临死前说过木兰二字，可我在府中搜查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和木兰有关的线索。罗修木是关外人。罗修木擅长骑射，应该是游牧一族。我知道了，罗修木所说是木兰二字没错，但指的不是木兰花，而是少鹿。关外有许多民族，语言都不一样，其中有一个民族，木兰的意思就是少鹿的意思。罗修木在弥留之际想要传达出信息，情急之下，只能用家乡的语言表达。我记得水榭有一条消息，罗修木在城外有一院子，存放狩猎所用的器具。这就对了。
公子，殿下，前来放火之人我们已经抓到了，这是你让我们找的东西。立刻让凤尚书带证据进宫去见父王。是。钟离，你送风姑娘回去。是。风七武已经把证据给我看了，可以证明你不存在为保裴有说而行构陷一事。今日起，不必禁足了。谢父王。卢修木城外宅院纵火之人已经被抓，相信审讯之后，便可查出幕后真凶。谢会试考题、诬陷以及谋杀朝廷重臣，乃是重罪。派人把他们押到刑部，交给张仲阁，以后的事情，你就不用管了。怎么，还有话对姑说？父王，此事虽像是科举舞弊，但父王应该早已看出，是有人要对付儿臣。如今真相已经浮出水面，还请父王明察秋毫之末。你担心姑不公允？儿臣不敢。既然姑已经看到了证据，自然姑会放了裴有说，以及那些无辜的贡生。当然，对于构陷裴有说的那个贡生，姑一定严惩。泄题的卢修木已经死了，而杀他的凶手也死在了狱中了。姑已下令，让张仲阁查清此事，你还要姑怎么做？儿臣还请父王能够查出真凶。你记住了，真凶就是卢修木。父王，希儿，你已经是永平君了，身处君位，你不仅是姑的儿子，更是姑的臣子。作为臣子，不仅要关心自己，更应该心怀天下。事已证明，所有罪责只在卢修木一人，明白吗？父王明明知道，只要查下去，那人就一定难逃干系。可是父王还是不愿对那人动手。姑要的是大庸之稳定，大庸之团结。只有这样，在各州纷争之中，我大庸才有一线生机呀。你受这点委屈，比起大庸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如今这样，几方平衡，也可保大庸稳定，最为稳妥。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臣一直在等殿下回来。老师找我有什么事？宫中之事，老臣已经听说了。如今殿下已与那百里氏是同水火，多位之事已经是离弦之箭。老臣只是想提醒一下殿下，一时得失算不得什么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老师也想让我不做计较了吗？要想成为世子，有些委屈就不得不受。何况殿下的心不应该仅仅只是雍州吧？若殿下有此宏愿，那殿下应该知道，这条路上所要经受的还有很多。
如那苏武之牧羊，韩信之屈辱，皆是为了更大的目的。再有，老臣听说那百里王后曾询问过殿下选妃的事情。为了防止她节外生枝，殿下不如考虑一下凤栖吴姑娘吧。老师刚才也说了，我走的这条路，哪里有什么情爱？选妃的事情，再说吧。我有些倦了。殿下，老臣告退。人人都要我不计较，要为大局着想。但我之所以入局，便为的是这番计较。我的变好的差不多了。我知道，等院子解禁了，我就带你去巫山找师傅。顾宇所犯之事已经查清，与天霜门众人无关，都撤了吧。是，撤。多谢大人。事情已经查清，在狱中毒杀顾宇的凶手也已经找到。有劳大人，我那师弟的尸首可否？顾宇谋杀朝廷命官，尸首已由刑部埋入乱葬岗。明白了。永平君在蓝云楼等着姑娘。永平君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先收拾好东西，明儿就出发去巫山。啊！好了。也不知道你这胃口怎么会这么大。你这厨艺进步很大，不错，非常好吃。不过你一个永平君，在这里做饭，不怕别人知道啊？这蓝云楼也是我的产业。不愧是黑狐狸。蓝云楼，蓝就是兰溪，云呢？不会是溪云吧？正是。真没想到，你对这个西云公主倒是一片痴心，从未见过，却如此痴情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其实我们见过，只是那个时候年纪尚小，如今见了，恐怕也是认不出来了。见过，在哪儿？有一次在六合宴。母后，你常说要带我来看看开国奇功，要为太祖上香，可一直没能来成。如今我便自己来了，就当作是完成心愿了。若是太祖活着，看到帝室与六州的关系，有何感想呢？不过老祖放心，我体内流着皇室的血。若这天下分崩，我便以一己之力重修寰宇，望太祖庇佑。你是何人？我是大皇子的伴读，你又是何人？本主的名讳岂是你能问的？拜见公主殿下。此为禁地，你身为伴读，何以来此？我听大皇子说这里有开国君臣的画像，一时好奇，便悄悄来看。公主称此为禁地，何以也至此？本主也是好奇这殿中的画像，你要是敢去告密，本主就让皇兄砍了你的头。既然我们都是悄悄来看画像的，不如护守秘密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六州之中唯一的女将，乃是青州的开国封王。史载称她风姿绰秀，也有人说她是天下第一美人。你比她差点。
你既然说她是第一美人，我比她差点，那好歹也算是第二了。如今她已经离世，那我不就是第一美人了吗？我叫风息，你呢？风息，我叫西元。话也看完，我先走了。那次一别，就再也没有见过。这蓝云楼，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少年义气，也是为了当初的报复。你这吃的也太快了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请人吃饭还管这么多。有勺吗？多谢。今日谢谢你了。不必这么客气。我知道你今日所做，是想帮我化解心中的郁结而已。舞弊之事虽了，但所有人都希望我放下心中委屈，顾全大局。唯有你在乎我的感受。你之前没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一来怕我受到拘束，与你不能朋友间平等来往；二是也知晓我厌恶朝堂，更喜欢江湖的自在与无拘无束。之前我觉得你心计繁多，不过如今看来，倒觉得也是应该的。只是处于权力之争，以你的性子，想要的应该不只是雍州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知你我还会像现在这样一般吗？不过你不一样，你还有一个身份。若是有一日呢，你真的只是黑狐狸了，那个时候我倒是还愿意跟你争一下这个白风黑息的名号。师妹病已经好了，我答应她，明日就去巫山了。一路珍重。一路珍重。走了。我身处朝堂，你该属于自由自在的江湖，还是不要将你牵涉起来为好。黑狐狸，你若只是江湖中的黑狐狸，该多好。是有些不舍吗？这有何不舍？这雍京想来便就来了。可有些人呢？我和他走的路不一样，只有及早的分开，才能避免以后的痛苦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那分开的过程，不让人煎熬吗？所以不强求就不煎熬了。
下，今日风姑娘离开雍京，您为何不去送送她？我长久处在勾心斗角中，见她肆意潇洒，心生羡慕。我要走的这条路，今后必定血雨腥风。既然路不相同，就不要强求。相送，便也多了牵挂。看着他追求内心所想，已经足够了。若有些事终究难以割舍，不如携手观风雨莫测。我自小离京，随父镇守边疆。回京后，又忙着处理族中事务。长岭这么美的地方，竟是一次也没来过。不知殿下约我来此，所为何事？凤尚书觉得，这江山如何？自然是称得上如画二字。今日约你来此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原来殿下不仅要当雍州的王，要的更是逐鹿中原。弃吾代表凤家，愿听殿下差遣。既然你知我心，便应该也知道，这一路走来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情感，也不想因此困扰，而耽误了你。殿下与我，当真只能做君臣了吗？如果能建功立业，为百姓造福，凤大人的成就将会名垂青史，哪是一个区区君夫人之位可以比拟？眼下我无心情爱，不能辜负凤大人美意，所以我将你视为心腹。我渴求凤大人，如同周公吐哺，渴求贤臣，希愿与凤大人相扶，护佑雍州子民。殿下真能做到，对所有人皆是如此吗？科举之事，你对姑可心有怨念呢？儿臣不敢。看看这个，希儿，你自幼天资聪明，应知现在六州逐鹿，当务之急不是争强好胜。这个奏本是兵部尚书苑伯言给姑的密奏，为了加强军备，姑命苑伯言与5位将军协同，暗中积攒力量。可是，在军马储备上出了问题，这马匹离姑的要求差了整整的30%。对军马政事，你可有所了解？雍州虽多牧区，所产马匹大多是耕作之马，不具战马之能。因此，这些年来，雍州的军马皆是由兵部从北方的关外购买。是啊，军马储备直接关系到我雍州战力，关系到国运盛衰啊。每年库内都拨银数万，以购买军马，可是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故意压低购马之价，以次充好，误我雍州军力。加之北州的阻拦，军马交易就此就断了。估计的上次朝会，你曾说过，要广开商路，让商贾参与军马交易。孤愿闻其详。关外购马之事一直是由兵部操作。北方牧民这些年因为价格过低，已经不愿与我雍州达成交易。然而，除去北方牧民手中的马，
东江之地也产烈马，且不亚于关外。城中很多商户购买的都是东江的马，用于押送货物。儿臣认为，可以换一个方法，购买东江的烈马。希儿，你可有信心将此事办好？儿臣愿意一试。好，孤明日便下旨，由你操办购买军马之事。是。殿下，军马一事确实是个很好的契机，若能完成，那殿下离世子之位就更进一步了。军马由兵部侍郎王明海负责，这个王明海仗着自己是王相的弟弟，把持军马商途，就连兵部尚书苑伯言也无法插手。就算殿下难开商路，交易来了马匹，只怕到了最后入库之时，这个王明海还是会从中作梗。这才是父王想让我做的。军马之事不过是个由头，父王是想让我利用此事来阻挠王相，以此制衡。所以这事儿要分为两头。传云、传语，你们立刻通知如玉轩，让他们集结商队，前往东江驿马。你们二人也一同前去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告知我。是。奉上说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，在他们赶回来之前，找到王明海贪墨酷淫的证据。臣明白。大哥，娘娘那边可是答应帮忙了？自然，你小子惹出来的烂摊子，还得我给你擦屁股。不是大哥，我也没想到大王他会突然清查军马呀。让你手下的商贩立刻赶往东江，以10银叶的价格收马，把马价抬起来。10银叶，不是，这也太高了吧？若想抬高马价，至少得收马上百匹，那可就是好几千银叶。好几千银叶又如何？这些年你在军马交易中得到的好处还少吗？让你吐出来一点点你就心疼，我看你真是不清楚，到底是钱财重要，还是小命重要？大哥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去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好大的胆子，军马的钱都敢贪墨！今天不给你教训，你是不会长记性。给我打！娘娘，打！好疼！使劲打！母后，三殿下，得罪了。够了，够了！多谢母后。今晚就出京，前往东江，找你宁王叔一趟，向他借1000匹军马。借马？臣已命人暗中对王明海展开了调查，只是军马交易涉及甚广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到有力线索。王明海就算贪墨酷淫，至少也要假装做些交易。从商户查起，寻找证据。所涉商户极广，天下这次要得罪不少人。这不正是父王想要看到的吗？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坐收鹬蚌相争的渔翁之利。他不愿王相独大，便让我也失去了民心。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怎么能只求一利呢？臣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今日我入府之时，听闻三殿下也出城去了，说是替王后去还愿了。看来此事跟我这弟弟也有牵涉。我知道了，王明海的事情继续调查。是。
你带我来这雾山，莫非是要我帮你取得太阴老人的传承之物——蓝阴碧月？听说那可是本造化神功，若是你得了，说不定真能解了你的玉家诅咒。我玉家诅咒已有100年，哪有那么容易解啊？我来此地只是因为众多江湖人士被困于雾山，是来解开迷局的。至于这传承，能得便得，若得不到，也不必强求。你是带我来救人的？怎么？你瞧不起这江湖人士？江湖中人不看重用。那你就错了。自古江湖和朝堂都是密不可分的。那些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豪杰，大都是江湖人士。他们虽然不能助你，但若是坏你可要注意了。你现在受了皇命，若真的想一统天下，还真少不了这些江湖豪杰的支持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依你之言。是他。凤溪姑娘，皇世子，玉公子。风姑娘也是为了太阴老人的传承而来。承恩家师进了雾山，我们是来寻他的。原来如此。如今有了凤溪姑娘相助，这雾山困局可以解决了。雾山的情况你们了解多少？江湖之中有30人进入了雾山，未曾有1人离开。但是据武元所知，此迷局只是太阴老人的一种试炼，不会有人有生命危险。只要有人突破试炼，迷局自然会打开。太阴老人的话应该不会作假。那就是说我爹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有太阴老人的介入，师傅他们定是平安的。凤溪姑娘，我等正准备入山寻找解决之法，你可愿意一起？自然。兰花九荣，你们随我一同去。陆石，带领弟子在此等候。是，谢谢。殿下，雾山附近的人传来消息，风姑娘已经进入了雾山，同行的还有冀州世子黄巢和玉无缘。知道了，以后他的事情就不用告诉我了。是。殿下，今日宫里传来消息，大殿下进宫向王后请安，王后特意传召了七罗宫的女儿弃城入宫，好像是要撮合大殿下和弃城。百里氏知道我与大哥交好，他这一步棋，是想把我仅剩的兄弟情都给拿走。军马一事，他已经感到不安了。眼下为了对付我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连大哥都要利用起来了。殿下，听说大殿下离开宫的时候，似乎是负气而走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要利用大哥。
我们的动作会带起空气流传，动作越大，树叶的攻击就会越强。他们二人无事，你们继续闯关吧。兰花，你快放手吧！再不放手，我们两个都会一起死。我不，我不。你没事吧？你莫不是疯了？为何陪我一起追呀？我不想看你在我眼前，与其如此，还不如陪你一起死了。真是个傻子！你干嘛？有人！爹！师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！爹！师姐从饮泉水榭知道师傅来雾山的消息，就带我们来雾山找师傅了。爹爹突然失踪，可是急死女儿了。师傅怎么会在此处？没有通过试炼的人，都会通过种种方式来到此处。应该是太阴老人不愿透露试炼的具体内容，才暂时将我们困在此处。好在这个山谷里，食物充沛又有水源，只能等到有人通过了试炼，方能救我们出去。原来如此，师姐还未败，应该是有希望的。我先带你们去安顿之处，你们也把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好好的跟我说说。走。母后这次想利用我来牵制兰溪，我不能让兰溪因为我的事分身。殿下，莫要再喝了。连你也要管我了吗？你们谁人把我当做过殿下？殿下，这借酒浇愁，只会让愁绪更甚呐！殿下，父王不喜我，母后利用我，就连我一直最关心的弟弟，都欺骗我。殿下，你，殿下，老奴将口用平君。你来干什么？今日之事，我已知晓。若大哥不愿娶那七成，我有办法，在父王面前斡旋，把这门婚事推了。你帮我？说得好听，你跟母后一般，不过是把我当做你们争斗中的砝码而已。母后的心思你能看不懂？你如此这般，不过就是想再赢他一局而已。大哥便是如此看我的吗？我怎么看你？我还能怎么看你？我怎么看你，都看不透。殿下，好功夫，好功夫！
是你的心机比你的功夫还要高。大哥，有些事还不是向你解释的时候，但我从未算计过大哥。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，我还会信吗？齐少娘的事儿你不用管了，走。大哥是我所累，要娶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想必内心很恨我吧。越是思绪纷乱，我越是想起他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巫山怎么样了。走上这条路，果真只有孤独相伴。这太阴老人也太喜欢给人出难题了，刚出枫叶林就要渡鸦。他想难住我们，可我偏偏不想让他得逞。不妨我们就来比一比，看谁能到达对岸。有何不可？北风烈，江湖乱，舞刀剑，弓上弦，目空往上面。挥一挥手，逍遥红尘中掠过指尖。从世间红颜，风落溪水中月，扰乱了黑夜。视线偷偷躲藏在耳下，情不觉。心路迢迢，生死命卷动誓言。谢谢无声，一世天下，二小一直之间。是与非，为风暴。是我连累了世子。起来吧，我本就陪无缘而来，你没事就好。我们先顺着山路下去吧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殿下，川羽他们传来消息。一匹战马10银叶，为了阻止我一马，这王明海还真是下血本了。军部与北疆收马的价格是3银叶一匹，如今东疆的马价格涨成了这样，我们要是按照这个价格买进，若真要凑够大王所要亏很多钱，几乎是这些年来如意轩和水榭赚的所有钱。就算我愿意舍弃那些钱来买马，也是不行。父王一定会怀疑钱是哪里来的，到时候估计就要暴露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写一封信给春云他们。是。10银叶一匹，这根本就是在抢劫。这哪是抢劫啊？这根本就是要逼死我们，让我们买不到马。他们不过买了数百匹，花了几千银叶就把马价拉了上来，可我们需要上万匹的。先等等殿下的消息再说吧。两位贵客，可是要买马？是啊，可是我们给不起10银叶的价格。这10银叶啊，不过是有人哄抬物价，每个人呢也不过买了几十匹。我可不同，我那马场有2居1000匹，他们可吃不下。那你准备以多少钱买？虽说10银叶是哄抬物价，
但如果再想以之前的价格买马，也是不可能了。我的马呀，售价5银叶。5银叶，够。还是有些贵了。哎，我的马绝对值，要不然我带2位去验货怎么样？够。2位请。到了，2位尽管检查，这些马都是上等的好马。马是不错，只是这价格，这价格呀，真没办法再低了。4银叶如何？我们全要了。你这儿这么多马，每日在马厩之中的开销也不少，早日脱手也能降低成本，不是？这个，你能搞到这么多好马，一定有你的门路。我们要的马不少，这样，以后你的马我都第一时间以4银叶的价格收了，如何？真的有多少？有多少？当然，不怕你多，就怕你不够。好吧，就4银叶。我现在就去给你取银叶，你且在这里等着。好嘞。哟，大爷，事情办得不错，这是你的赏钱。谢谢大爷。大爷，这马确实不错，4银叶是不是低了点儿啊？这件事就不是你该管的啊。下去吧。哦，小的告辞。这该如何选择？这马匹是什么意思？风姑娘，可读过艺术相关的书？前为剑，剑者剑行之马，正确的方位应该在前位。风姑娘博学，前位西北，而这边就是西北。走吧。皇世子，师傅，皇朝世子来了。皇朝世子，皇世子，殿下，川渝那边他们传来消息，他们以4银叶的价格买了1000匹战马，先由如意轩的人运送回来，估计明日便会抵达。军马之事进展如何呀？商队已役得马匹1000匹，今日已经抵达京城。儿臣已经令人交由兵部查验，看看是否具备战马的标准。若是能达到兵部的要求，儿臣保证可以在3日之内把战马交由父王。很好。报，大王，兵部侍郎王明海求见。宣他进殿。是。臣拜见大王，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。你有何事啊？启禀大王，军马私贩之事，导致军马不足。虽不是臣所为，但臣难逃其咎。为了大王，为了大雍，臣一直在追查军马之事。这几日得到了一些线索，查到了1000匹军马的去向。这么说，估今天一下就多了2000匹军马。启禀大王，臣所追究的军马私贩之事，所查到的1000匹军马，正是永平军所购。
永平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臣所购之马，皆来自东江商贩，绝无军马。军马入库，皆会钉上专用的马掌，即便是拆掉，也会在马蹄上留下印记。若要查证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王大人想必是因为本君抢了你的差事，才会这样诬告本君的吧？永平君若坚持所购之马不是军马，那便请移步兵部看一看，便是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移步兵部吧。姑爷早就想看姑的那些军马了。参见大王。苑大人，永平君所役马匹查清楚了。启禀大王，永平君所役之马已全部清查结束，皆符合军马标准，只是马蹄上有军马马掌的痕迹。军马马掌痕迹？大王为何会有如此发问呢？岳大人，你可检查清楚了？1000余马匹，本官都一一查证。王大人若是不信，亦可以自行去检查。去吧。苑大人，你刚才所说那个指示是什么意思？只是永平君所役之马比北疆战马好了不少，这马匹分配恐怕是不均呢，臣为难。是这个意思啊！大哥，你刚没看到那些马印吗？那明显是军马马掌的痕迹。这些马应该是军马私贩，可是为什么你还是答应要买下来？因为是殿下让我买的。殿下？殿下早就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了。他们这些算计，又怎么可能会算计到殿下头上呢？我们一马千匹的事情，他们也早就知道了。到时候若是无马送回雍京，他们岂不是又要说殿下拥兵自重了？你不必着急，送马的人来了。二位是风息公子的人？正是，正是。在下马梦琪。马家主竟亲自来了。断魂门之危，多亏印泉水榭的人保护我马家妇孺。如今风息公子有所求，我马某自然要亲自来。东江马贩多与我马家相熟，我已经替风息公子联络好，随时可取。如今王大人已经检验过了，马匹没有问题，那么王大人可是诬陷本君了。下官也是为了调查军马之事，应该是下官调查失误了，请大王责罚。你可不是调查失误这么简单吧？事实已摆在眼前，根本就没有人私贩军马，而是你贪墨一马银钱，导致军马储备不足，还为了遮掩罪行、推卸罪名，谋害无辜。永平君，你莫要血口喷人啊！永平君。臣已经查明此事，请父王过目。大王，来人！大王，将王明海押入天牢。大王，大王，既然是合乎战马的标准，永平君，别忘了答应姑的。臣定不会让父王失望。这个地方也没有提示方位，不如我们分头行动，
如果找到了正确的路，再回来告诉对方。如此也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大家跟我走。走。走快！王明海被抓了。是啊，今日在兵部，大王亲自下的命令。现在人已经在天牢里了，皇相也进了宫，应该是去找王后娘娘了。天牢里可有能用的人手？有。把王明海杀了吧。可这王明海毕竟是王相的弟弟，而且王后娘娘还没决定该怎么做。我应该说过，你是本殿的人，要听的也只是本殿的命令，你忘了？小人不敢，小人这就去做。走，快！多谢皇世子，若你不在，今日我们这些人，估计不少要折在里面。白掌门客气了，这次地震应该只是个意外，不过如今我们被困在此处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我担心还有余震，往前走有一块空地，我们先去那儿吧。好。主人，玉无缘破坏了山体里的机关枢纽，造成了地震。你且前去查看，修复大阵，并将玉无缘引向燕归阵。娘娘，天牢那边传来消息，王明海已经在牢中自缢了。自缢？三殿下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李甲贤传来消息，应该不是三殿下所为。不是菊儿，又会是谁呀？还有一件事，驿站传来消息，见有商队押送大批马匹从东江向雍京来了，应该是永平军为大王准备的战马。若这事给永平君弄成了，他距离世子之位就近了。去找些人来，半途上把马抢了。我这就去办。仁川与传信来了，还有这些，是最近水榭调查的情报。不是说了吗？巫山的消息不用再传了。巫山这次的情报并不是关于风姑娘的。昨天夜里，巫山旁边突然发生了地震，周围的村子都被毁了，巫山也出现了山崩的情况。那巫山里的人呢？还未曾见到巫山里有人出来。
此次地震猛烈，恐怕那些人已经被埋葬在巫山之中。殿下，殿下，川羽他们传来书信，第一批战马今日便可押送至京。只是这几日水榭的人传来消息，有几只马匪突然集结，很有可能是要对我们的商队下手。知道了，战马这是不得有误，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。让水榭的人集合，准备策应川羽他们，我会一同前去。是。殿下，清点马匹，立刻押送去往兵部。是。我有些事情还需要处理，你们暂且回京。要有人问你，就说去了东江，负责剩下的马匹押运之事。剩下的？撤！殿下，东江不是在那边吗？山谷里的人并无大碍，玉无缘也已经引入到了燕归镇。知道了。主人，燕归镇乃是无解死局，为何要将玉无缘送到那里？他为得蓝阴蔽月，想要将风息困入溶洞之中，这份心性太过狠了。真是太惊险了，还好海东青找到了你，我才能及时赶到。否则山体坍塌就找不到你了。你怎么会突然来雾山？我若不来，你就要变成井底之蛙了。不过以你的功力，怎么会落入蛊虫呢？和玉公子一起在雾山遇到了太阴老人布置的溶洞迷宫，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地震。所以这些天，你一直和玉无缘在一起。是啊，结伴而行嘛，
巫山之中迷雾众多，有人一起随行自然是好的。既然我来了，就由我来照顾你吧。你且好好休息，明日我也想试试太阴老人到底有多厉害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是我来吧。黑狐狸，你这手艺不去开酒楼真是可惜了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你这么好的福气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喝。这个我摘的，亲自摘的，这深山仅此一枚。你吃吧，你尝尝。好吃。前面有个山洞，应该是前路。这是兰陵王的六爻阵，若想破阵，必须寻找其中关键。你我务必要谨慎而为。我来会会此阵。主人，风息和一位男子入了六爻阵，那位男子应该是黑风息无疑。不知道他们二人能否解开我的真意？地上的每一块石砖都暗藏机关，不能硬闯，只能直取。要破阵，我们就要看出这花砖与石像之间的联系才行。这地上完整的字有仁义礼智信忠孝。我记得很早以前在八荒塔里见过这7个王的画像，每一个王都会有一句诗。黄武王，信，言和于义也；风速王，巧者力苦劳，智者辛苦忧。那么黄武王代表的是信，风速王代表的是智，剩下的几个字，我们只要一一找到石像，将字打入到石像下方莲花座的凹槽，阵法应该就可以破开。
试试看。商瑞网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北文网，忠诚印寸心，浩然充两间。华康网，识得之人得数十，众一往千金。丰昭网，百善孝为先。大东帝网，仁者为其忠心欣然爱人也。太阴老人果然心怀天下，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够遵守仁义礼智信忠孝。黑狐狸，我们好像成功了。看来太阴前辈希望天下人太平安乐，人孝天下。来者何人啊？前辈可是太阴老人？正是。晚辈天霜门弟子白风息，因师父滞留在雾山中，不易来到此地，还请太阴老人见谅。黑衣裳的年轻人，你呢？饮泉水榭黑风息，参见太阴老人。黑风白息，果然不一般呐！能破六爻阵，我记住你们了。但是你们要想得到蓝阴蔽月，似乎还差一点。太阴前辈，可否告知我师父现在身在何处，是否安全？暂时还算平安，但是你们要想把他们救出来，非蓝阴蔽月不可为呀！凡是接到老夫英雄帖进入雾山者，都必须经过老夫的考验。接下来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走吧，你我联手，就算是18层地狱，也不过是前庭信步而已。我也想看看太阴老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